大家好，你们是怎么过圣诞节的呢？你们又准备怎么过新年呢？在上一期的 podcast 当中呢，我跟大家提起过，在国外圣诞节是一个跟家人团聚的节日，就好像中国的农历新年一样。那因为我是一个人在蒙特利尔，我的家人呢都不在这里，所以这个圣诞节我没有特别的安排，只是跟朋友一起去看了一个芭蕾舞剧，叫《胡桃夹子》。这个芭蕾舞剧呢，其实是很有名的，我相信即使你们没有看过，应该也是听说过的。今天呢，我想教大家一个中文表达，叫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那本来在过节的时候呢，应该教大家一些喜庆的词语或者是句子，但是不知道怎么回事，这个词语呢，最近在我脑海里经常出现，所以呢，我就拿出来教大家。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从字面上理解呢，就是这个骆驼它已经背了太多的东西，已经到了不堪重负的程度。那即使是加一根小小的稻草，也会把这只骆驼压垮。那他其实想表达的呢，就是一个事情的发展，它已经到了极限。那增加任何的东西，哪怕只有一点点的东西，都会让它崩溃。平时我们在用这个词语的时候呢，也可以把它简单的说成最后一根稻草。那在准备今天这个视频的时候呢，我在 Google 上面去搜了这个词语，然后发现英语里面原来有一个一模一样的说法，叫 The last straw that broke the camel's back， 或者呢，我们就直接说 The last straw。意思呢，就是一系列不好的事情中压垮你的最后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呢，不一定是最糟糕、最坏的，但是一定是给你最后致命一击的那件事情。在现实生活当中，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比如说，一个实习生到一家大公司工作，到了公司以后呢，发现同事们把所有自己不爱干的活都扔给他，平时呢还要给领导买咖啡、买午饭。领导和同事说话的语气呢，又特别的不客气。但是为了保住这份工作呢，他一直默默的忍受，一直到某一天，因为一个同事不友好的眼神，他就辞职了。那这样一个不友好的眼神呢，其实就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其实是日积月累的结果。很多情侣的分手也是因为积累了太多的失望，那最后可能就是一次短信不回，就再也不会联系了。那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呢，有跟大家聊过如何好好说话。我觉得语言呢，它可以是温柔的玫瑰花，也可能是一把剑，一把利剑。那当你说出伤人的话之后，你可以道歉，但是那把剑已经刺在了别人的身上。很多事情是不是那么容易挽回的。日积月累呢，你不知道你的哪一句话就会成为最后一根稻草。那在关系当中做出的令对方失望的事情，也是一样的。我知道有很多女生，当然也有可能会有男生，他们会为对方做出的那些令人失望的事情，或者说出的那些令人失望的话，找很多理由。但是我相信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傻，而是出于爱。那最近呢，我有看到一句话，可能对你们来说有一点点难，但是呢，我还是很想跟你们分享。这句话呢，就是无爱破情局。
那我试着跟大家解释一下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在中文当中呢，有一个词语叫破局。破局的意思呢，就是面对复杂的局面，找到解决的办法，找到解决的方案。也就是说，找到办法来打破现在这个不好的局面。无爱破情局中的情局呢，指的就是复杂的情感局面，或者说是情感问题。那一些在不健康的关系中走不出来的人呢，其实就是因为有爱，所以呢就非常难去破局。那等到爱没有了，一切的问题就简单了，这就所谓是无爱破情局。那其实呢，这句话还有第二句叫无情破全局。你们可以理解这句话的意思吗？欢迎在留言里面跟我分享你的理解，我们可以一起来讨论一下。扯远了，我们继续说 the last straw 这个词语。那我知道在英文当中呢，这个词语除了可以用来表达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这样的一个意思之外呢，它还有一个意思是救命稻草。救命稻草呢，其实是一个中文成语，它原来的意思呢是想要表达一个快要淹死的人，哪怕是一根稻草、一片树叶，这样不能救命的东西，也想抓住。那现在呢，我们更多的用它来表示困境当中的最后一丝希望。下面呢，我们就用2个例子来看一下，最后一根稻草和救命稻草这2个词应该怎么使用。同时呢，我们也一起来回顾一下在今天的视频当中出现的一些有用词汇。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或者最后一根稻草。骆驼在不堪重负时，就算在它身上再放一根稻草，骆驼也会被压垮。指事情发展已经到了极限，再加任何一点因素就会崩溃。这件事成了他辞职的最后一根稻草。他对他的身体虐待是毁灭关系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终于决定离开。救命稻草，多指困境中的唯一希望。他的公司破产后，他的妻子成了他的救命稻草。我不会等救命稻草的出现，我会自己解决问题。不堪重负。意思是承受不了繁重的负荷，不能担当重任，指在经济上或别的方面无法承受。连续的加班和高压工作让他的身体不堪重负，最终病倒了。沉重的债务让他不堪重负。哪怕常和也、都、还配合使用，连接分句，表示假设或让步。哪怕只有一点点希望，他也想争取这个项目。哪怕你不相信，我也要说。我真的很想见他，哪怕只有1秒钟。压垮，物体因承受强大的压力而坍塌，比喻人的身体或精神因承受过重负担而支持不住。这么多的债务终于把他压垮了。他被工作压力压垮，整天愁眉苦脸的。致命，可使生命丧失的，比喻最厉害、最严重的。
科学家又发现了一种致命病毒。父亲的去世给了他致命的打击。他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比比皆是，到处都是，形容极其常见。现在人们富裕起来，开车的人比比皆是。像这样的高楼在上海比比皆是。日积月累，长时间一点一点的积累。每天学习5个中文词汇，日积月累就会有很多。学习语言需要日积月累的努力。困境，困难的境地。我们只有一起努力，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他在创业初期遇到很多困境。好了，这就是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了。你们可以到我的 Patreon 上去下载今天视频的文本和词汇列表。我在 Patreon 上面还给大家准备了 Podcast， 欢迎大家的光临。非常感谢你们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